如果有一位封号斗罗能带我飞到5000米高空，我就可以利用滑翔掠过他们的空中探测魂导器，深入明斗山脉进行侦测。这样做太危险了，5000米高空也是魂师的生存极限，那里空气稀薄，而且温度会骤降到零下150度，就算极限斗罗都没办法活动太长时间。宇浩，5000米高空太危险了。我是冰属性魂师，低温对我没有影响。至于空气稀薄，我也有一定办法。放心吧，三师兄。好，宇浩，我们相信你。我就以茶代酒，祝您马到成功。你既是我们星罗帝国人，不知仙乡何处？星罗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罢了，没什么名气。好，一个小村子能培养出你这样的人才，真是难得。那是因为咱们史莱克学院人才辈出。不多做寒暄了，公爵大人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商议战术吧。你们远道而来，已经很疲惫了，而且行动开始前需要周密的研究和布置，先休息一晚吧。梧桐小姐也有如此雅兴，星空又不是你家开的，只允许你一个人欣赏吗？你真的打算明天一个人冒险去侦测明斗山脉？如果东儿在的话，我们俩联手，成功率会更高些。我们有武魂融合技，能发挥出1+1大于2的作用。东儿，你整天脑子里除了东儿没有其他人了吗？这些天在路上，你的大情圣故事我都听烦腻了。我并不是什么情圣，我唯爱东儿一人。我今晚找你，是有件正事。第一次见到你时，我便感觉我们的魂力可以相融。不可能。好吧，我是真觉得我们有武魂融合的可能，能不能试一下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未来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战斗力会得到极大增强。2个魂圣如果施展武魂融合技，加上你强大的武魂，威力可观。好吧，就看在你烤鱼的份上。不过，我只给你1盏茶的时间。就在这里，我们开始吧。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再来！他真的不是东儿。武魂融合哪有那么容易？如果可以，我会没有感觉。喂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不就是魂力不能相容吗？他怎么跟得知伴侣死讯似的？为什么我有种心痛的感觉？
我好想做你的妻子。宇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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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儿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唐舞桐不是冬儿，冬儿，你究竟在哪里？这家伙昨晚的反应很不对劲，我要不要关心一下他？早，唐小姐，走。你昨晚，这家伙在搞什么啊？就因为武魂不相容，就不温柔了，变得这么疏离。你和宇浩大早上的，这是怎么了？楠楠姐，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的武魂和另一名魂师有可能融合，于是就去尝试了，但失败了。这种情况对他的打击会很大吗？梧桐，你说的不会是宇浩吧？他和你武魂融合失败了。嗯。没想到竟会是这样，我们错了，可能我们所有人都错了。你不要说谜语了，快讲。抱歉，梧桐，宇浩为你带来的困扰，我代他向你致歉。这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。当初，宇浩刚来史莱克学院的时候，有一名室友叫王东，他们俩亲密无间，共同学习修炼，一起努力，崭露头角，拿到新生考核的冠军。后来，他们还一起参加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，大放异彩，为学院争得了冠军，获得终身史莱克七怪的荣耀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大家的实力不断增长。宇浩参加海神园大会，发现王东竟是女孩子，他们俩很快成为了羡煞旁人的情侣。然而，冬儿似乎有先天疾病，宇浩为此前往落日森林，以自身重伤为代价，换来了天才地宝，挽救了冬儿。他自己却双腿残疾，无法行走了。即使他坐着轮椅，依然带领我们进入了精英大赛的决赛。不过日月帝国狼子野心，突然对我们下手，逼我们进入乾坤问情谷。冬儿为了宇浩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。直到宇浩又遇见你，我们都以为冬儿回来了。这里是明斗山脉的最高峰，一览众山小。如果我能从这里突入，日月帝国军队的整体部署，我能尽收眼底。坦白说，你指的这个地方，是我们目前最想要进行探测的地方。但是，我不能让你去。为什么？就是这个地方，吞噬了我星罗帝国200名魂圣以上级别的魂师，给予了我们重创。难道传说中接近10级的魂导器死神塔就部署在这里？我知道，我一早就猜到日月帝国会把最强的魂导器部署在这里。我有自己的打算。此前他们凭借这件魂导器重创了星罗帝国，肯定不会想到我会从那里突入。我这次突然侦查，一定能打对方个措手不及。
还是太冒险了。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潜入侦查。死神塔是最大的威胁，日月帝国军队其他的情报都不能与之相比。放心，我有80%的把握全身而退。好，作为一名军人，我确实无法放弃这样的机会，哪怕把我自己当诱饵来牺牲也在所不惜。宇浩，你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这需要周密的战术安排。我需要星罗帝国做出佯攻，吸引对方的注意。佯攻的位置最好选在……他真的要去冒险了？楠楠姐说的那些事，他今天状态那么差，真的可以吗？为什么我心中会在意他的安危呢？在这个位置，我需要有人空中接应。我来吧。除去已经被安排任务的封号斗罗，剩下人当中，我的武魂最擅长飞行，其次是古一姐的神圣天使，但她的天使武魂在夜空中太亮了，容易暴露。这主意不错，今晚我们就全部行动起来。好。那么武桐，你作为第一道空中接应，古一在后方做第2道空中接应。三师兄、四师姐、季兄、秋秋，你们做地面接应。大家先休息1个时辰，调整状态。日落后开始行动。好。这个家伙，为什么他的眼神中包含着一份决绝？全军出发！宇浩，我出发了，要小心，要小心。哥，你搞什么？这么大仗势，今晚你要干什么去？我今晚要去探查日月帝国防线布防的漏洞，去把珍贵的情报带回来。你一个人吗？好危险的！洛丽，你记住一句话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这个傻瓜，他这么坚定的要侦查死神魂导器，难道和昨天武魂融合没有成功有关吗？我与99公主、玄机斗罗他们商议决定，这次行动为了保密，就由我亲自送你上去。走。这个家伙到底心里在想什么？宇浩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如果有任何不适，立刻告诉我。
我们不是不能停下来。我没事，继续吧。他怎么了？语气冰冷而淡漠，是高空的极寒影响了他的情绪吗？3000米，4000米，我的飞行魂导器快撑不住了。那我做好了。这是父亲，他不是。用八角玄冰草控制体温，日月帝国的热感魂导器就探测不到我。宇浩，现在是5500米高空，你还有更高吗？我的极限应该能飞到6000米。可以了。宇浩，一定要小心，安全为重。若势不可为，切记不要冒进。我要送你出去了，准备。这小子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能力啊！我个体所烦忧的问题，在无尽夜空下显得如此渺小而不值一提。成神的机缘又来了！又是地天，这已经是他第2次截断宇浩成神的机缘了。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打破他的束缚。看来是时候让地天给点好处了。第2次，这已经是第2次了。这是为什么？我追寻了80万年不可得的东西，竟然在短时间内2次出现在他身上，向他发出召唤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就因为我是魂兽，而他是人类吗？最危险的时间段有2个，其一就是我释放出精神探测的瞬间，其2是撤退时刻。我得提起100%的专注力和谨慎。星罗军方为了掩护我的试验性攻击开始了，佯攻开始了，事不宜迟。武魂之身，精神力屏障。一道巨大的精神屏障覆盖了整个明斗山脉最高峰。精神波动双属性探测魂导器，不好，他要定位我。3圣狼猿魂骨技能，瞬移。好险，被定位到的话，下一瞬到来的就是致命打击。就算要撤，我也要在走之前咬下你们块肉来。高空探测魂导器是需要同地面建立信号连接来工作的。如果能避开探测魂导器的监测，近距离释放干扰信号，就可以阻截通信，让探测魂导器失明。日月帝国，我也让你们感受一下失明的滋味。
什么？超高空探测魂导器失效了？是的，狂牛冕下，目前已经有6台超高空探测魂导器接连失效，数字还在往上升，可能是故障。毕竟超高空探测魂导器的技术还不够成熟。不，是敌袭。邪军魂斗士团出动！那位大人物下了命令，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来袭者留下。哼，这是自然。被动防御，地剑，兵极无双。邪军魂导士团长，狂牛斗罗王一恒，你跑不了。你我之间正好有一笔旧账还没清算。激怒他了。356颗烈焰天罗，全体出击！天罗地网！小子，受死吧！你的礼物还没收到，我怎么舍得死？混蛋！后会无期，玄武之发，玄武对阵。到你了，楠楠。圣衣，无敌金身。什么鬼？白白损失了我好多颗烈焰天罗。啊，怎么回事？一切寂灭了。我的烈焰天罗，原来不止一个毛贼！别想逃！青天卧杀！
光明龙神蝶。竟然有一个10万年魂环！他竟能硬挡9级魂导师，那又如何？第6魂技，龙神武天杀。龙翼边缘有蝴蝶翅膀波浪形的弧线，龙翼铡刀。虽然相似，但这不是冬儿的光明与神蝶。王一恒，你中计了！就凭你们！邪君魂导师团的尖刀小队很快就会到来，我们抓紧时间解决他们。武魂真身，玄武阵。第6魂技，天使之舞。啾啾，我在，我们一起。第5魂技，圣剑。第5魂技，胭脂泯灭剑。玄武之幻，惊恐爪，天罗之域。无敌精身。玄武遁阵。第6魂技，玄武之域。第7手，武魂真身。该结束了。第7魂技，黄牛真身。梧桐，第7魂技，武魂真身。龙神之光。胭脂蟒，守护锁。趁现在！该死，不能让他过来！
王一恒，死期到了，血色天罗防护罩，开！这种痛苦、眷恋的熟悉感觉是什么？我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。我还不能死！他要破釜沉舟！万父天罗归师！他的精神力濒临崩溃，太危险了！宇浩，回来！解决他的好机会。顾宇浩，我来助你。命运裁决！接着，顾宇浩。黄金龙神枪！这牛头还真硬。我来助你。灵魂暴震！我不该死，不该死！当年助纣为虐，围杀我和我的朋友时，不应该做好如今的心理准备了吗？我后悔了，我当初要是……他这一身魂导器摔坏就可惜了。古一、秋秋，收集这些散落的魂导器，就拜托你们了。嗯，没问题。团长竟然被杀了！回去复命吧，此仇我们迟早会报。这家伙全身魂导器都是值钱的宝贝啊！狂牛斗罗竟然这样被围杀了。太好了！一名9级魂导师的尸体，能为帝国带来多大价值的情报？在历史上，还从未有过这种战利品。王一恒是第一个。宇浩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魂导器都搜集完毕了。白虎公爵，王一恒的尸体就交给你们了。将狂牛斗罗尸体带走。是。这是3000米高空对地面探测魂导器的核心法阵，日月帝国的最新科技。我收缴了数个，供给给星罗的魂导科技师研究。宇浩，你们一行这次的收益实在难以估量。你们都是少年英雄，国之未来。我会亲自向陛下禀功。有了，我累了，得回营休息。宇浩，应该是刚才宇浩使用后东掌，牵动了内心对东儿强烈的思念所致。让他好好睡一觉就可以恢复了。我们先回去吧。
送你回昊天宗，牛伯太伯对我那么冷淡，到底是因为你沉睡了，还是……冬儿，如果你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就带我一起走。刚才他那一掌叫什么？为什么我感觉如此的悲伤？王一恒真的是被霍雨浩和他的伙伴们杀死的。我比宇浩要大5岁，但在整体实力上已经被他们远远抛下了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只能看到最后一幕。从当时情景判断，应是宇浩亲人在主控魂师的有效调动下，将战斗力发挥到极致，不断削弱王一恒。由宇浩的浩东掌给予致命一击，其关键作用的有4人：许三石、江楠楠、霍雨浩和季绝尘。主控魂师吗？这个人只可能是霍雨浩。公主殿下说的不错，当年我们与霍雨浩参与第1次精英大赛时，他作为主控魂师，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。更何况如今，他不愧是未来海神阁阁主的人选，难怪以小小年纪就成为海神阁最年轻的成员。宇浩，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。元帅过奖。晚点陛下会有奖励，甚至爵位加封。现在大军士气正盛。报，天魂帝国紧急情报！斗罗大陆要掀起一场浩劫了。天魂帝国全线溃败，本体宗遭受重创，国都天斗城失陷了。战争开始才10几天，恐怕再有半个月，天魂帝国就全境沦陷了。那时候，星罗帝国侧翼、斗灵帝国正面和史莱克城都将遭受威胁。公爵，我们该怎么办？2个办法：一保守，一激进。保守之法是，我们立刻撤军，集结全部力量向学院求援，团结斗灵帝国和隐士宗门，趁日月帝国侵略天魂帝国分兵之时，与他们的主力决一死战，拼上一回。激进之法呢？孤注一掷，破釜沉舟，攻敌必救，冲入日月帝国，长驱直入，不怕他们不回援。你是说硬冲？不行，死神塔的威胁太大了，很可能令我们全军覆没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有了具体的办法，且是有效之法。什么？我个人的极限单兵计划是这样：这是一口虎牙，我父亲当初传给我的。据说是先祖击败一头虎类魂兽留下，有杀伐之气护身。你带上吧。谢谢。说谢的应该是我才对。感谢你为星罗帝国做出的贡献，所有星罗人都铭记于心。我们出发吧。到这里就可以了。
我能自己滑翔过去。玉浩保重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无论如何，活着回来。嗯。精神探测。上次的行动之后，日月帝国增加了更先进的波动探测混导器。日月帝国为了发现我，竟然用超高空探测混导器作为基座，再在上面放置波动混导器进行探测。但这些根本拦不住我。上次差不多是这个距离出现的精神屏障。命运裁决。这就是传说中接近10级混导器的死神塔。不好，死神塔在积蓄能量。刚才一股刺痛直刺我灵魂深处，仿佛跟死神擦肩而过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有什么？我有天赋能力，跟你一起混进来的呗。没有本姑娘的帮助，你刚才要被集火了。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？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。少废话，快说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你要听我的指挥，我将你送到山上，你只需全力破坏，不用管我。1000米、500米、400米，快了！不好，是7级混导器抗拒之光。抗拒之光唯一的作用就是将受击者推远，平时根本没有大用，在此时却造成最大的阻碍。我给他扇远不就行了？地剑，冰息无双。就是现在！1、2、3！一落地，我就预备开启最强魂技，将死神塔一举摧毁。不好，死神塔启动了！梧桐，精神踏印，玄武置换。如果我回不来了，你将真相告诉他。哥，你想通了？只是家国大义面前，没必要了。你一定要安全回来。我的身体正在被裂解，生命力在流失，精神还在崩溃。
有。好狠了！这是用多少数量的冤魂才能炼制的武器？他的金光好强，是什么力量？被死神之光击中，居然还能活着，你怎么做到的？逆鳞救了我。上次他击杀我们团长，这次我们瓮中捉鳖，为团长报仇。梧桐，帮我争取点时间。他们交给我来解决。地武魂技，龙神咆哮。启动联动攻击！第二魂技，龙翔怒。快发射！辛苦了，霍小友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。第6魂技，万壑雷音。总算能够和这些混蛋干一场了。第5魂技，十方日灭斩。护国斗罗陈刚前辈，这里比星罗城更需要我们。第5魂技，幽暗星域。第6魂技，万法星空。第6魂技，劫灭空明破。第6魂技，八荒尽灭。第5魂技，世尊法下。第8魂技，万川归虚。第8魂技，九霄风雷引。哪里冒出这么多封号斗罗？去见你们队长王一恒吧。这次有10位封号斗罗主动请缨。这些魂导师不足为虑，
但山上魂导器实在太多，这里就是主峰。没错，通过几次探查，死神塔魂导器的威能我大致清楚了。我的精神力一来到死神塔附近，就感到刺痛和灼烧，说明死神之光也是由精神力构成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大量怨灵压缩凝聚而成。怨灵，看来还是需要你这个精神魂师来摧毁它。那我们分头行动，巨锤、随行，你们护送霍雨浩等人从山体内部前往峰顶，摧毁死神塔。其余人随我分散剿灭剩余魂师和魂导器，为后方大军开路。最后，我们峰顶会合。河山大牛。山峰内部空了一些，随行，该你了。第6魂技，无间星极银。这里就是明斗山脉的主峰。不对，守护的魂师们在哪里？这就是死神塔。果然有好强的精神压迫，我来锤烂它！地州魂技，千重钢卵弓。我说什么人能够进入我的精神屏障？原来是一个擅长精神力的小家伙。我的死神塔还缺一些强大的灵魂，作为主魂镇守，就收了你们几个吧。无法动弹了。6个万年加3个10万年魂环，是极限斗罗。除了黑暗圣龙龙逍遥，日月帝国竟然还有一名极限斗罗，而且他掌控着死神塔，说明他就是日月帝国最为神秘强大的死神斗罗，也是一名9级魂导师。极限斗罗已接近半神，如果他获得神位，就能真正成神了。难怪日月帝国对明斗山脉的防御如此放心。他出现后，我的精神探测就被完全压制了。死神斗罗前辈，您为什么要助纣为虐，帮助日月帝国侵略自己的祖国？祖国？您一定不是日月帝国人。由于人种体质的差别，日月帝国的魂师在到达一定境界后，修炼速率就会明显下降。这也是日月帝国几乎没有出现过超级斗罗的原因之一。您必然出自我们斗罗大陆，
何不考虑回到我们这边，回到祖国的怀抱呢？祖国？斗罗大陆哪有邪魂师的归处？你们这些所谓的正统魂师，每每看到我都恨不得杀之而后快。你竟然跟我谈祖国，哼，可笑！各位前辈，请先不要动手，晚辈有几句话想说。又是你，多次闯入我军领地，魂圣的境界，却有封号斗罗级别的精神力，真是难得。如果轻易杀了你，反倒可惜。我要把你留到最后。您这又是何苦呢，叶前辈？你叫我什么？这就是极限斗罗的实力。方才他完全没有跟我们产生任何直接碰撞，只是利用巧力轻易卸掉了全部攻击。他对时间、空间的精妙掌握，远在我之上。说，你怎么知道我姓叶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认识本座的人应该没几个才对。快说！您的芳名是叶溪水，对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叫霍雨浩，我的老师名唤穆恩。穆恩？不，就算是他站在如今的我面前，也未必认得出我。更何况，他已经死了，死了。叶前辈，恐怕当时只有和黑白双圣龙同时代的您，才有可能以邪魂师的身份成就极限斗罗。也只有您能说服龙逍遥前辈加入圣灵教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您竟然还是日月帝国的死神斗罗。难道您真要为了自己一个人的痛苦，让全大陆都因战争而生灵涂炭吗？小家伙，你很聪明，但聪明的人往往命不长久。你是他的弟子，我可以饶你一次。不过，你最好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这次我记着他的好，下次就不一定了。这么近，都无法窥视死神塔的构造。大胆！你不是说不杀他吗？我改变主意了，不行吗？穆恩那死鬼已经死了，要是在地下看到自己的小徒弟来找他，会是怎样的表情呢？小子，快只怪你选错了老师。雨浩！
宇浩这些魂圣，怎么会突然爆发出极限斗罗的气息？人类，速速离开！你不是霍雨浩。你身为兽神，为何要插手人类之间的纷争？难怪本座在死神塔上感应到了相似气息。你的武魂果然是血魂魔腿，吞噬灵魂，发明进化。你用一条条生命凝聚成你手上的一个个怨灵，不只有人类，更有我许多子民。本座今天就替他们向你索命，万能灭！第7回合，武魂真身。帝天，你的确很强，但你现在并非真身降临，附体时间太长，他的身体可承受不住。你怎知本座不能真身降临？你竟然要破碎虚空，实现肉身传送！洪荒灭神笑！帝天，霍雨浩，你们很好。你不该惹上这种强敌。如果不是我以真身降临恐吓，恐怕他不会离开。人类各国维持平衡，也是您最希望看到的吧？人类世界如果被日月帝国统一，魂兽也必然沦为他们的试验品。但你要如何改变日月帝国势大的局面？这个女人很强，如果她选择依托死神塔与我战斗，就算我真能以真身降临，也未必能击败她。连您都没有必胜的把握。这次你借助我的力量太多了，身体已有崩解趋势，尽快疗伤吧。记住，珍惜生命，远离死神。曾经有一位人类，只要愿意，早已是死神，而他是我的老师。羽浩在这里。死神斗罗和死神塔都不见了，日月帝国的魂导师团也撤退了，明斗山脉夺回来了。羽浩，羽浩，
玉浩，情况很糟，多处经脉断裂，生命气息十分微弱。众位前辈，军中是否有擅长治疗的魂师？玉浩怎么样了？是一仙斗罗。元帅，您竟然亲自……玉浩是国家的大功臣。一仙斗罗灭下，有劳了。是当时第一治疗系魂师，一仙斗罗王心儿前辈。不错，他是我星罗帝国首屈一指的皇家供奉堂副堂主，一位超级斗罗级别的治疗大师。只要有一口气在，他就能生死人肉白骨。他的伤势很奇怪，经脉几乎全断，主要器官却都完好无损，似乎有一股远超常人的精纯生命力，正在缓慢修复他的身体。那该如何治疗？以他的自愈能力，过分医疗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创伤。我从外注入一些生命力，提升他的自愈速度。霍雨浩体内那股精纯的生命力，竟然为我冲破了魂力瓶颈，升至96级。好了，他已经脱离危险，接下来需要静养。多谢前辈。多谢前辈。一仙斗罗既然说了雨浩可以自愈，大家就放心吧。我们耐心等待。好了，大家也都累了，这样我们轮流看护雨浩。我第一个吧。今晚就由我来陪护雨浩吧。也好，雨浩就交给你了。大家先回去休息吧。古一姐，明天一早我就来替你。一仙前辈，他怎么样了？他在康复中，不会有事的。孩子，我看得出你很喜欢他。我喜欢的是他对爱的执着。原来如此，他已有了爱人。情这一字最难看透，喜欢一个人未必要得到。你还年轻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风景
值得你去喜欢和欣赏。谢谢前辈指点，我会想清楚的。没想到你这么痴情专一，你所说的冬儿一定很美，很温柔。梧桐，守夜辛苦了。不辛苦。宇浩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。宇浩，三师兄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星罗帝国重夺明斗山脉，已派大军和魂师部队入驻，后续的行动我们就不知道了。相信以白虎公爵的战略眼光，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眼下棘手的是，如果天魂帝国被全境攻陷，日月帝国将直接威胁到学院。我们得尽快回去。我已经把死神斗罗的情报传回，还需要跟海神阁宿老们进一步商议对策。等你恢复好，我们随时出发。好，我这就开始调息。梧桐，谢谢你。你以后别这么逞能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强敌换死，我必须继续提升自己。如果我能更加自如地调动魂力，帝天的魂力运转与我完全不同，仿佛一个个黑洞相连，其中蕴含着极为恐怖的空间之力。他是如何掌控这些魂力的？这么安静，你们怎么只顾着吃都不说话？哎，宇浩，今晚你打算让谁照顾你啊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行动，不需要照顾了。这几天谢谢大家，再过2天我身体完全恢复，咱们就回学院。我吃饱了，先回去修炼，你们慢用。啊，这家伙才刚好，就这么急着去修炼？难道都跟你一样只会偷懒？快，吃完我们也修炼去。进入生灵守望之刃洗礼过的经脉变得更加坚韧，可以容纳更多的生命力量。帝天兽神降临，虽然对我的肉体造成巨大压力，但我也因此有幸能窥看到帝天魂力运转的秘密。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不如……怎么回事？魂力慢慢固化后，旋转速度急剧下降，冥想中吸收外界魂力的速度变得极为迟滞。难道是我的方法不对？可帝天体内魂力分明就是一个个高速旋转的黑洞组成的呀！固态化的魂力似乎是魂力运转的终极形态，但这个形态还有太多秘密，帝天肯定是不会告诉我的。我是双生武魂，在武魂切换的时候，魂力就会与相应的武魂相结合。
刚才尝试模仿帝天的固态魂力，就是用的冰帝的极致之冰武魂。极致之冰与帝天的魂力属性终究是有区别的。那么，玄天功，如果是用不含任何武魂属性的纯粹魂力呢？刚才魂力在我体内固化后，吸收魂力的速度变得迟滞。但如果是在体外，这浩瀚天地之间，可是有无尽的天地元力可以吸收的。有戏！